张小明只是跺了跺脚，结果却发现地板暗藏玄机。他当即掀开地毯，果然发现了一处暗门，而门上的钥匙孔让他猛地想起之前在吊灯上发现的闹事。于是他尝试将钥匙插入，没想到真的打开了暗门。而随着他一步步往下走，映入眼帘的是一箱箱货物。为了更好的查探，他点燃了火柴，却不知这个举动险些让他丧命于此，因为这里存放的是一箱箱能要人命的炸药。好在他第一时间将火柴吹灭，画面一转，就见他摇摇晃晃地走在街上。他并非被吓傻了，而是这一仓库的炸药直接让他大脑陷入了混乱。这批炸药到底有什么用处？和我又有什么关系？我到底是谁？研究又是谁？死去的回忆不断冲击着他的大脑，就在其即将陷入昏迷之际，被自己救过几次的谢念慈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。等他再次睁眼，就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床上，可他并没有立马叫醒念慈，而是在报纸上画起一个标志，这是他昏迷时脑海中闪过的画面，可他却想不起这个标志代表什么。就在这时，念慈也从一旁醒了过来，没想到的是，强哥所画的图案他竟然见过。你认识他？我父亲有一块怀表，上面就印着这个图案。你认识这个图案，你身手又这么好，那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身份可能跟重庆有关系？可惜念慈并不能给出明确的答案，眼下想要继续调查自己的身份，强哥只能铤而走险，前往盐公馆调查研九的身份。看着强哥此时头疼的厉害，念慈也决定先出门给他买点药，等养好伤再调查也不迟。可念慈前脚刚走，后脚强哥就发现一群人正冲着自己来，为了不连累念慈，他匆匆留下离别的字条，在那群人到来之前离开了小旅馆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自己吃个饭的功夫，却听到一个重大消息，就在今天，盐公馆准备给研九办丧，这可是潜伏进盐公馆的好时机，强哥自然不会错过。只是他此时并不知道，这其实是日本特务专门为其设下的圈套。好在强哥十分谨慎，并没有装成前来吊唁的客人，而是来到无人看守的后门，就地取材，利用一根铁丝将锁打开。进屋后，他第一时间将吊唁的衣服披在身上，而此时刚好有两人来当果盘，于是他立马端起效仿起来，成功混入了吊唁大厅。可让他始料未及的是，当他看到研九的遗像时，脑海里却突然闪过了对方与自己的过往回忆，两人似乎是亲人的关系。可奇怪的是，为什么自己的记忆里对方是死在他的枪下呢？这让他瞬间头疼欲裂，当即就跪倒在了遗像前。而这异常的举动也引起了特务的注意，好在一旁的管家匆忙起身，还没到你拜的时候嘞，还有这么多客人呢，稍安公平，赶紧走吧。可就在他离开时，却发现特务头子正死死地盯着他。于是他在离开大厅后，故意拍了前面一人的肩膀，趁着对方回头的瞬间，闪身进了一旁的小屋。等到特务头头追出来，还以为刚刚是前面的人，而他则是趁机来到了研九的书房。一进屋，他便被一幅拼图所吸引。这幅拼图显然拼错了一个位置，而当他挪动方块时，却意外发现了一封信：愚兄见满洲沦陷，自知人命危险，愿从军统天蝎计策，济河分州，一往回。很显然，大商人研九与军统有关系，这让强哥不由得猜测，难道自己的身份是军统的天蝎？而就在他准备离开之时，却被特务头头逮个正着。不过好在强哥身手了得，特务头头也害怕自己不是对手，一犹豫就让强哥给逃出了盐公馆。为了摆脱追捕，他立马取出几枚子弹丢进了一旁的火炉里。等特务追来的时候，几声枪响立马将特务引了过去，而强哥则是慢悠悠的转身离开。可他刚以为自己摆脱追捕，却发现一个坐着黄包车的女人正在盯着自己。他当即跑进了一旁的巷子，等待着猎物自己上钩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跟着我？真是你！对方显然认识自己，还没等强哥搞清楚，谢念慈却突然出现，本来就混乱的局面更加混乱了。他是谁？你又是谁？你认识我，知道我是谁？告诉我。怎么了？你疯了吗？你把枪放下，走开！我在帮你，我们的事和你无关。可没有最乱，只有更乱。76号行动队的崔科长这时也已经带着大批特务赶到，把头转过来，不然我就开枪了。可当强哥转过头后，崔科长却被吓得不轻。梁硕，